你获得变身迪迦与奈克瑟斯的能力，在欧布奥特曼世界里进行人道主义拯救。如今你与加古拉、红凯一起合力干掉了魔格8起大蛇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星球空间。接受奖励后，你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储物空间，足以容纳木星大小，得好好考量下放哪种星球了。一旁红凯刚想跟加古拉道谢，发现这货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前辈，多谢你这段时间照顾，我得回战士之巅去汇报了。你紧忙拦住这货，你急什么？你是机器国王吗？也对哦。红凯有点不好意思，奈绪美还在呢，该陪陪她了。于是乎，红凯打算留在地球一段时间，陪奈绪美过完短暂的一生。而你则在一个咖啡馆找到了加古拉。凯说你知道光之国的地点，带我去吧，我想复活玉想公主。加古拉明白你是找不到需要的材料，遂一脸幸灾乐祸。凭什么？我与你互不相欠。奥特之王能复活宇宙任何物体，包括没有灵魂的躯壳。你淡淡的说了一句：走，现在立刻马上。加古拉毫不犹豫，你明白这货是想复活预言，遂先来到森林处，找到玉想公主居住的石碑。没等你敲响，对方灵体浮现出来。你竟然跟加古拉是一伙的？加古拉皮笑肉不笑，太见外了，我已经改邪归正了。我不信。玉想公主很是愤怒，奎凯那么相信你，他真是认错前辈了。你没时间跟他扯，表明此番来意，我是要复活你。复活？玉想公主一愣，随即冷哼，我不要，即使是真复活，也不会让你把话没说完。你抬起那块石碑上了宇宙船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这是绑票，我要强烈谴责你。玉想公主都惊呆了，她不能离开石碑太久，所以你把石碑带走，相当于带她离开。加古拉似笑非笑，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，属实对自己胃口。2天后，你根据加古拉的指示，终于来到了光之国，在奥特曼登记处登记了信息：陈平安，地球人，加古拉，尖角星人。一路上打听下来，要拜访奥特之王需要警备队的帮助，遂一路飞到那。可怜的加古拉背着石碑跑了一路，差点没累死，辛苦你了，加古拉。哼，你小子，我以后不会再帮你了。加古拉再度傲娇起来。很快，你俩见到了佐菲、初代杰克3人。没等你开口说话，玉想公主的灵体从石碑飞了出来，对着杰克哭诉：无敌的佐菲大人，快救救我！闻言，杰克懵了，你认错奥了，我不是佐菲哥哥。玉想公主干了个尬，赶紧向另一个奥飞去。无敌的沙弗林大人，救救我！初代无语，我也不是佐菲哥哥。一时间，玉想公主的脚趾头都快抠出31听了。我是佐菲，请问你是？玉想公主当即指着你俩：佐菲大人，他们绑架我！绑架？佐菲疑惑，除了贝利亚，谁胆子那么肥，把人质绑到光之国？还有，我认识你吗？这话把玉想公主给干沉默了，慢慢给佐菲解释起当年的事迹。哦，原来是你，玉想基呀！魔格大蛇算是我的疏忽，抱歉。对了，你说他们绑架你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玉想基感到有后台撑腰，说话中气都足了不少。是他们把我从地球绑到了光之国，想要……说着说着，玉想说不下去了。想要什么？杰克眼前一亮，展开说说，想要让我复活。说出这话时，玉想公主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你快步上前，玉想公主，我们不远万里来到光之国，就是想让你以人类姿态重新生活，有错吗？是啊，佐菲也开始顺着说，当初是我疏忽了，没能救下你啊！对，你紧忙接茬，佐菲队长心怀愧疚，肯定能复活你。是啊，佐菲有点懵，既然佐菲哥哥开口了，我去银十字军那取一个生命，就能重塑肉身了。就在这时，加古拉感觉到自己的魔人力量在减弱，好像身体正不断被改造。初代上前一看，他身上似乎有黑暗力量正在蒸发出来。加古拉，你不会因为等离子火花的照射要进化了吧？话音刚落，加古拉体内最后一缕黑气被完全蒸发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我勒个擦！这就进化成功了。只见眼前的加古拉变成了一个银紫相间的光之巨人，胸口计时器是月牙形状。佐菲很是惊讶，进化之后竟然自带计时器，不过没啥意义，谁还会在光之国被打闪灯啊？你单手捂面，其他人我不知道，你这位无敌的沙弗林大人当初就是在光之国给贝利亚干闪灯的。此时加古拉很是激动，没想到我竟获得了等离子火花的认可，成为了真正的光之巨人。多少年的夙愿，如今终于实现了。叹息一声，加古拉解除变身状态，毕竟周边都是大佬，没啥好装的。但回到地球，一定要在凯面前狠狠地装一把。这时玉想公主开口质问，她是黑暗阵营的人，怎么可能成为奥特战士？佐菲解释，力量
量不分对错，等离子火花是不会选择心性不行之人的。没错，即使看到加古拉有黑暗气息，但众奥特曼也选择相信等离子火花。这话说的，玉想公主羞愧地低下了头，是我格局小了。没多久，杰克取来2道生命，用了其中1道重塑玉想公主的身躯，伴随着能量涌入，玉想从灵体变回了实质躯体。加古拉眼冒泪花，那个佐菲大人还有1道生命可以给我吗？以后有什么吩咐，在下义不容辞。佐菲摆了摆手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，不然人人都来光之国玩复活，我们可忙不过来。加古拉紧忙从储物空间取出一个冰晶床，上面躺着的正是王室护卫预言，这是他的身躯，但我找不到他的灵魂。闻言，佐菲叹息，那恐怕不行，即使用了这道生命，他也不过是个无意识的空壳，那该怎么办？刚得到的希望破灭，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见此情形，你也不再藏着掖着。无敌的佐菲大人，听说奥特之王有这个能力，能让人带我们去王国星吗？这句无敌令佐菲有点舒服，我让赛罗带你们去吧，只有他能见到奥特之王。说罢，释放1道奥特签名。大概过了2分钟，赛兔子就光速赶到，得知情况后，一手抓住加古拉，另一只抓住你与玉想公主离去。临走前，你留下一句：“谢谢你，沙弗林大人。”搞得佐菲一脸懵，沙弗林是谁？很快，在赛兔子的带领下，你们见到了奥特之王。既然佐菲让赛罗带来，那定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吧？没错，你点点头。我们想请你复活冰床上的女子。奥特之王面无表情。我虽然可以，但话未说完，你直接打断。我相信热爱生命的奥特之王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，你们说对吧？这话说的要多大声有多大声。玉想基听出意思，马上接茬。是啊，伟大的奥特之王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他肯定会帮助我们的。2大帽子一扣，奥特之王硬是说不出话来。赛兔子不懂所以，我记得当初师傅被分尸，还是老爷子复活了啊！对，雷欧十分感慨，要不是王，我早就死在地球上了。奥特之王内心极度无语，你俩没看出来我想拒绝吗？还给老子扣帽子！但现在气氛都到这了，不复活有点说不过去。他只剩下了身躯，我找不到灵魂，希望奥特之王您能出手。预言是个好女孩。加古拉颤抖地跪了下来，得，再不干活，怕是要被道德之光给闪瞎。念及此，奥特之王手一伸，出现了一把王者之锤，仅对冰床敲了几下，复活吧，加古拉的爱人。然后预言就醒了过来。这么简单？加古拉激动地抓住预言的手，话都说不出来。2师徒就这么抱头痛哭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雷欧看了也是唏嘘不已，也开始回忆起与自己师父的美好时光。想到这，雷欧不禁打了个冷颤。算了，不去想了，又不是啥好的回忆。跟奥特之王道谢后，你们一起乘坐宇宙飞船回到地球。此时城市之中正在进行一场战斗，欧布与海帕斯联。之前他出现过一次，被疾风形态击败了，如今再度归来，打得红凯是连连败退。加古拉见状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看来凯打得有点吃力呀。你看出来加古拉想上，只是又在傲娇。去吧，加古拉，没有你的帮助，这家伙即使觉醒了原生也没用。这话听的加古拉十分舒畅，从怀里取出月牙火花，获得光之力量后，首秀竟是在红凯面前，多是一件美事。下一瞬，在预言的崇拜目光下，加古拉化作一道流光冲出飞船，落在了欧布的前方。你是前辈吗？红凯十分惊疑地望着眼前的奥特曼。哟，这不是欧布吗？几天不见，怎么变得这么拉了？话音刚落，加古拉手中亮出蛇形剑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斩出数百道剑意。这一刻，红凯彻底懵了。你是加古拉？你怎么会变成光之巨人？